哥哥居然妄想拿一条罗非鱼收服传说中名为终极之龙的夜煞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他竟将盾牌给丢掉。可夜煞依旧保持警惕，看到这一幕的小格格很是郁闷，意识到问题所在后，于是他便果断取下腰间的匕首丢在地上，接着一脚给踹飞。夜煞见状也是缓缓向前走去，可等他走近一看，小格格却震惊地发现，传说中的终极之龙居然没有牙齿。话音刚落，夜煞瞬间将其露出来，一口叼走他手中的鱼。吃完鱼的夜煞突然气势汹汹地朝小格格冲过去，小格格一时间被吓得腿脚发麻，本以为夜煞会把他吃掉，没想到他竟从胃中吐出一颗鱼头，随后期待着小格格能将其吃掉。看到这一幕的小格格直接傻眼了，难不成夜煞是想他把吐出来的鱼头给吃了？ Come on, kidding, right? 无奈的小格格犹豫再三后，也是直接一口咬了下去。原以为打算这样蒙混过关，不料到对方竟又努了努下巴，示意他吞下去。没办法的小格格也只能言听计从。经过一番心理计较后，最终还是成功将其吞了下去，磨出了一缕笑容。夜煞见状也有模有样学着他做起笑脸。可当小格格想再次触碰他时，夜煞竟反感地走掉了。显然他还没放下戒心，一路跌跌撞撞飞到不远处。不过他们的关系也算是更近了一步，在地上喷射了一些火焰，再刨了刨坑躺了下去。看到小格格在旁边，他一脸不屑地倒头就睡。随后小格格便坐在地上画画，看到有那么一点相似自己，于是夜煞便从旁边掰下一根大树，有模有样在地上画了起来。可不管怎么看也不像个人啊！正当小格格要过去查看时，可不小心踩到他的成品。接着本片最治愈的名场面就在此刻，小格格鼓起勇气再次伸出手示好，却没想到这次的夜煞竟没有拒绝，反而彻底接受了小格格。就这样，有史以来第一个跨越种族的羁绊正式开始生根发芽。接下来，请由我带领各位走进这部新上映的《驯龙高手》真人版，里面的细节和动漫版相比更加细密，特别是情感纽带和打斗场面让我直呼过瘾，即便你把全片看完，都觉得意犹未尽。故事的开始，在一个名为欧洲世纪的北部，一个村庄突然遭遇到恶龙的袭击，由此维京部落的人们世世代代都要和恶龙相齐并争，防止他们来抢夺村庄的食物以及牲畜。因此，很多维京部落的人都选择逃离到别的地方苟活，剩下一些为了生活便一起抵抗恶龙。而作为维京部落的首领斯托，他肯定是不能置之不理，在斯托的带领下，总是能把那些恶龙给赶走，而且还将损失降低为最小。可即便他有多强大，也改变不了自己文弱不堪的儿子。相同年龄的小孩都会上战第一线帮忙，反而他要在后勤部修理损坏的武器。他正是我们的男主小格格。同龄的小伙伴每次见到他都会嘲讽一波，如果他不是首领的儿子，恐怕早已被逐出部落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在日后的日子里，维京部落会因为小格格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然而斯托面对这群火龙根本不足畏惧，最优秀的人往往喜欢挑战更强大的对手。火龙在他面前只有挨打的份，但他们特别惧怕一条名为夜煞的龙。夜煞的到来直接把他们的哨塔给毁掉。传闻中的夜煞攻击力很强大，精准度也是百发百中，因此没有人能够与其对抗，也没有人捕捉过他。但小格格是意外，为了能够得到父亲的认可，小格格决定把自己制作的秘密武器带了出来，因为他有一个巨大的想法，那就是捕捉到传说中极其恐怖的夜煞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打算检查一下准心，可突然一道黑影从天空中划过，在夜煞攻击哨塔的同时，小格格按下了开关。在他惊慌又期待的表情下，一道哀嚎声从不远处传来，他成功捕捉到了那只终极之龙。看到这一幕，小格格瞬间高兴极了。正当他要和父亲分享时，殊不知一条纳德龙突然从背后窜出。看到这一幕的小格格直接傻眼了。巨大的声音传到父亲耳边，斯托见状，立即让村民看好其他的恶龙，自己则去营救儿子。此时的小格格正被纳德龙追着，身材弱小的他只能拼尽全力疯狂逃跑。但纳德龙盯上的猎物怎么可能会轻易放掉呢？剧烈的火焰灼烧着身后的木柱，本以为安全后的他缓缓伸出头颅看去，殊不知纳德龙已经稍无声息来到脸上。气得他直接想要喷火，可奈何能量已经用完。见此情况，斯托直接脱下披风，打算和纳德龙展开近身肉搏。没了能量的纳德龙只有挨打的份，敏捷的身手打得纳德龙满脸憋屈。不服气的他还想反击，却不料到直接被斯托一拳狠狠打飞。眼看打不过的纳德龙只好拔腿就跑，本以为是一件开心的事情，
可小哥哥身后的木柱突然倒塌，砸向木屋，上方的火球直接砸向村民，并且同时将之前抓捕的恶龙给放走。最终，恶龙飞走时还顺手带走许多绵羊。这场战斗就这样草草结束。面对这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儿子，斯托只好让村民将其关了起来。大战结束后，维京部落的所有人都聚集在会议室，为了将恶龙彻底消灭，作为首领的斯托，他打算在入冬前找到恶龙的老巢，将其毁掉。可位置到底在哪儿？这又是一道难题。早上，小哥哥为了证明自己，他一路沿着夜煞掉落的方向找去。很快，他便成功找到了，但夜煞似乎有点不太对劲，于是小哥哥便拿着匕首缓缓走上前去查看。原来夜煞并没有死，只是昏睡过去罢了。随后，小哥哥举起匕首，紧张地靠近夜煞。夜煞此时也死死盯着他。下一秒，他便抬起双手，打算彻底了结掉夜煞的生命。